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反转，反转再反转，谁能想到诚意新剧竟然这么上头？原本以为2025年的年末，电视剧市场就这样平淡收官，万万没想到，近日多部重磅剧集定档开播，反人类暴行、长安24季老旧、超感迷宫等接连上新，反而为年底档生生扎堆出了一个小高潮。其中最让我们觉得惊喜的，莫过于优酷这部先声夺人的《长安24季》。该剧虽然自带着长安的标记，但从故事到人物却完全架空。正因为这份架空，也让故事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。古装大男主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，反而创造了一种国产古装剧近年来少有的风貌。原创故事打破常规套路。先说故事，在古装剧几乎句句皆 IP 改编的现状下，《长安24季》是一部难得的原创剧集。单从故事设定来看，故事发生在虚构的城市长安之中，国家政权长期被虎贲卫首领严凤山把持，皇帝萧文静只能屈居人下。为防皇权旁落，藩王萧武阳留意军事，以清君侧的名义攻入长安，开辟新朝。新的政权建立之时，传言中严凤山却挟废帝不知所终。为解决危机，偏远县衙的小主簿谢怀安诚意是被萧武阳选中，以对付虎贲，寻找严凤山及废帝的下落。之所以选中谢怀安，一方面自是因为其天纵英才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原本是虎贲创始人刘子温的遗孤。当年严凤山带领整个虎贲军背叛刘子温，并诛杀刘家满门，双方就此结下了血海深仇，开局便处处是高招。虽然这种身负灭门之仇的遗孤设定在古装剧中并不少见，但谢怀安的设定则更偏向于反常规的主角。他身无所长，并没有绝世武功，当年被灭门后便隐姓埋名10余载，就连唯一的血亲妹妹都不能相认。同时，极其强大的对手虎贲军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替而溃败，虎贲军把持朝政多年，即便已有新帝登基，虎贲及其暗卫系统依然遍布朝野。剧集开篇也充满了高能情节，要讲好谢怀安的谋略，并不能单纯依靠干瘪的台词。长安24季给人一种经典叙事的既视感，情节紧凑无废戏。谢怀安出场面见皇帝就一次次过关斩将，他先是面对手持定唐刀的皇帝毫无惧色，在萧武阳刻意的刁难下，不到半炷香的功夫就能找出皇帝本人任藩王时的奏折。谢怀安的依据也不是空穴来风，虽身居淮南，但仍心系长安，会自发购买邸报甚至宫廷奏折，对藩王的出身也摸得一清二楚。依据南北方语言表达习惯的不同区分行文，再根据强大的记忆力寻找惯用句式。在萧武阳看来，这8分聪明还不足以说服其信任谢怀安，但仅仅一面之缘，谢怀安就推断出萧武阳已将另一位候选人斩于刀下，甚至摸清了急召进京的动机。就连一直假装普通官员带其入京的高襄，也被谢怀安猜得8九不离10。足智近妖的设定，将谢怀安这个偏安于一隅却知天下事的谋士设定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极限反转塑造立体人设。除了细节拿捏到位，长安24季的设定处处高能，仅仅开篇3集剧情就反转不断。离开淮南的谢怀安，其好友县城竟然就是隐藏的虎贲暗卫。为了让县城能够此后可以脱离虎贲，谢怀安用了先杀后救的戏码，以假死的方法助友脱困。这第一个反转奠定了谢怀安足智多谋又内心柔软的底色。进入长安后，新帝便寻不得的废帝萧文静，原来竟是被谢怀安结合，由一位武功高强的旧友劫杀掳走，还就藏在谢怀安的旧宅中。
原来早在谢怀安进入都城之前，就早已留下了周密的部署。他并非孤身一人，背后还有刘家旧部支持，而其中大多也都是忠义之人。这第二个反转，印证的是谢怀安的深谋远虑。人虽在庙堂之远，但仍能洞悉朝堂政变。对于虎贲军与新帝之间矛盾的关键点，也能稳准狠地把握要点，既让虎贲无法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也让自己能够凭借两股势力的缠斗，有了回到长安复仇的机缘。第三个反转，更来自谢怀安身负血海深仇，但依然心向光明的柔软底色。谢怀安入城时便与其亲妹妹白婉有过一面之缘，当年为求生计，他绝境之中将妹妹送养，过于年幼的妹妹也忘记了自己的家族身份。成年后二人只以异姓兄妹相处，谢怀安也从未相认。这种长兄为父，为之计谋深远的人设，加深了谢怀安身上孤勇的宿命感，更是为其后解决虎贲追杀危机提供了可能。你能想象吗？这些复杂的设计和剧情仅仅发生在开篇的头几集中，甚至还没讲到虎贲军对谢怀安及其妹妹的追杀主线，没有讲述刘家叔叔刘子言对父亲的背叛。而谢怀安的复仇计划更只是刚刚拉开了小小的一角，他将按照自己10余年的规划，根据复仇名单一笔笔勾销家族的血仇，而同时也完成自己在新帝和虎贲军之间的辗转腾挪，借由新帝之手将统治帝朝多年的整个虎贲集团连根拔起。港剧基因重视叙事节奏，乍听之下，谢怀安的计划显得过于宏大而不可置信，可如果根据剧情追下来，单是谢怀安已经完成的这些极致反转和极端反应，观众其实很容易入坑，并跟随着剧情开始期待谢怀安的复仇大计早日的报。这种追着剧情跑，沉浸式感受主角主线任务的观剧体验，更因为故事的纯原创性而不可预测。相对于过去 IP 改编剧已有了人物发展和既定故事线的观看感受来说，显然有了更多的期待和乐趣。作为该剧的总编剧，双城也直言，这种原创的快乐恰恰就在于此。双城本人曾在 TVB 工作多年，曾经参与过10余部剧的创作，都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原创。这种创作习惯已经形成了，写着写着也庆幸是原创。因为24季这个故事会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，人物的命运、故事的节点都不会有剧透。如果关心某个人物，想知道他的命运和生死，就唯有去看剧。在双城看来，复仇确实不是新题材，但叙事的主舞台是可以有不同选择。24季并没有讲述朝堂权力的斗争，于我而言，它不是一个权谋剧，重在讲人的恩仇和国的恩仇。港剧的基因让他的创作重视叙事节奏，绝不拖泥带水。多反转的设定也不意味着强行爽文，毫无逻辑，反而需要铺陈大量的细节，让极致设定合理化。据双城透露，创作上他以谢怀安的行动作为自始至终的主轴，前期围绕家仇，后期围绕国恨。这个剧更像有一种江湖气、江湖感。我甚至是没有写过任何一场关于朝堂的戏，没有大臣们上朝的场景。我们不去讲历史和朝政权力，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人的恩仇上面。平台鼓励原创，国剧成功出海，这也是长安24季看起来既会觉得无比顺畅，又常让人无比挂念的原因所在。处处有钩子，反转有逻辑。这还只是单独从叙事的角度来看，该剧同时还有多位老戏骨演员坐镇，人物设定都非常精彩，而甚至在打戏层面也都有多处精彩情节出圈，直接拉高了国产古装剧的打戏天花板。故事好，人物强，可能只是该剧的优点之一罢了。该剧1、12日晚在央视8套首播后，
便一举创下收视率破2%的佳绩。酷云实时数据显示，该剧市占率高达，位居同时段全平台收视榜首。这是观众在用收视率投票，也是一个认真创作的好作品应有的优待。长安24季的落地，离不开平台对原创内容的支持。双城说，从2023年初剧本动笔，到后续反复打磨反转伏笔，优酷都支持他放开手脚去创作。这种保护创作又尊重创作者的举措，才是让好故事得以诞生的必要条件。今年来，优酷接连推出《藏海传》《凡人修仙传》《暗河传》等多部爆款古装剧，实现流量、口碑与商业价值多赢。后续还将上线《唐宫奇案之轻雾峰明与林玲》等优质内容。长安24季在国内开播的同时，也已经同步海外发行，即将在 Netflix 全球、港澳 VIU、泰国 True Visions Now、韩国中华 TV 等海外主流平台播出。这是国剧凭借质量出海的某种印证，同时也是故事的魅力依然存在的极佳说明。